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自己读过财商书籍，甚至能倒背几句名言，人生却毫无变化？这里分享一段我很喜欢的话，当作开场白。说到的人多，悟到的人少。很多人会讲道理，但真正理解内化并照着去做的人很少。说到是停留在嘴巴，悟到是进到心里变成行动。比如很多人会说要长期投资，要建立资产，要有现金流，不要为钱工作，但真正愿意改变消费习惯，忍住短期诱惑，长期累积资产，面对自己的恐惧，这样的人却很少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在批评别人，而是在提醒自己，知道不等于理解，讲得出来不等于活得出来。总想着财富自由，制造被动收入，实际上收入依旧靠薪水，焦虑依旧存在，对未来的掌控感依然薄弱。问题不在于书的内容太艰涩，而是在于多数人只读到了知识，却没有读懂结构。那到底要怎么不再是说到的人？很简单，订阅我的频道。这个频道主要分享一些富人的故事，以及他们看待财富的方式。在财富的世界里，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收入，而是思维的不同。如果这样的成长方式吸引你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一起慢慢成长。那么今天我想把这本书里真正影响我人生的5个核心思维拆开来讲清楚，不是口号，而是逻辑。第一个关键，别把收入误认自由。大多数人认为收入只有固定的薪水，月底等发薪，年底等加薪，老板决定你的收入高度。这种模式的问题不在于收入高低，而在于控制权。只要收入取决于别人，你就永远在被动的位置。很多人拼命升职加薪，然后开始贷款买车买房，提升生活水平。表面上生活升级了，实际上却增加了必须持续工作的压力。一旦贷款存在，失业就不再只是风险，而是恐惧。这种循环，作者称之为老鼠赛跑。你跑得很快，但方向始终没有改变。第二个关键，现金流方向决定命运方向。资产与负债的区别，并不在名称，而是现金流。简单定义，资产会替你带来收入的东西，负债会持续消耗你现金的东西。同一栋房子，有的人拥有是资产，有的人却可以是负债。自住且每月付贷款，它就是负债；出租且租金高于支出，那它就是资产。富人每个月优先购买资产，普通人优先消费，再用剩下的钱考虑投资，差别就在顺序。当资产开始累积，金钱的增长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产生复利，这才是让钱为你工作的真正含义。第三个关键，收入现象不只是职业分类。书中提出4种收入来源：员工1，自雇者 S， 企业者 B， 投资者 I。很多人看到这里会以为是不是在鼓励大家辞职创业？其实不是。作者真正想说的是，不同现象的人思维完全不同。员工追求稳定，自雇者追求控制，企业者追求系统，投资者追求资本效率。左侧 ES 的人用时间换取收入，右侧 BI 的人让系统或资本替他们运作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立刻跳到右边，而是意识到，如果你的收入完全依赖你现在亲自工作，那它就有天花板。这本书真正提醒我们的是，开始思考收入来源的结果，而不是职业的光环。当你理解这一点，你才会开始思考如何逐步建立资产，而不是追求更高的薪水。第4个关键，框架才是真正的限制。很多人一听到投资就害怕，一听到杠杆就觉得危险。问题不在工具，而在理解程度。不懂就觉得可怕，懂了就能衡量风险。作者区分投资与赌博的方式很简单，清楚风险与几率是投资，只靠祈祷那就是赌博。大多数人从小被灌输的价值观是稳定为优先，这些观念没有错，但如果未曾怀疑过，那它就会成为你的限制。真正的成长是从拆掉框架开始。第5个关键，看懂钱的流向，而不是只看收入。这本书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
你必须学会看懂自己的财务报表。作者反复强调，富人关注的是资产负债表，普通人只关心收入。很多人只问我赚多少，但很少人会问我每个月有多少钱是留下来的，有多少钱是在帮我赚钱的。你收入高不代表你有资产，你薪水翻倍也可能只是支出翻倍。真正改变人生的不是加薪，而是资产那一栏开始变大。这本书其实是在教你像企业一样的管理自己。很多人以为读完这本书就能知道宝藏在哪，但其实它给你的不是宝藏，而是一张藏宝图。这张图不会直接带你致富，它只是提醒你重新审视你的收入结构、你的资产比例，还有你真正拥有的选择空间。财务自由从来不是突然降临，而是结构慢慢的改变。当资产收入能覆盖生活支出，你才不再被恐惧推着走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富人的故事，以及他们看待财富的方式。财富的世界里，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收入，而是思维的不同。如果这样的成长方式能吸引你，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一起慢慢成长。拜拜。